这台机器已经被判定报废了，摆了1年多，主要是都不能动。别说让它复活变成能赚钱的设备，连要找到人修都困难重重。换作是你，会怎么处理？当我的机械专业碰上客户的 PLC 技术，看我们如何联手复活这台设备。这一台目前是报废状态，外观大致上是这个样子，然后上面是空的，都没有电枪，都是空的，这边都是空的，然后上面也很惨，上面都是坏掉的，这边看过来，这些也都是用掉坏掉的。这个还可以用，但是电锯已经不能用，电锯是超级旧款。这很久了，然后线也乱七八糟，也被剪得乱七八糟，都被剪了，很多都被剪了。然后反台中控是这个样子，这样子。来，再看过来后面是面板，然后打开，哇！这是老古董的，然后一台变频器，大概是这个样子。电磁发箱也是这样子，惨烈。目前看起来都是报废，接近报废状态。然后我看我们能够几天之内把它复原，让它能够重新启动，这样子。前情提要。这次的挑战要复活这头钢铁猛兽，需要2种完全不同的力量。客户请来了他的 PLC 专家，负责唤醒机器的电子神经系统，由我主导，负责重建它全身的筋骨与灵魂。看完你就能知道，这是真正的伙伴合作。开始动工，动工前稍作清洁。还帮我配了台凉风扇，让我能更舒适的工作。我们都是能独立运作的，这样分工合作，效率最快。首先任务是从零开始，补上所有遗失的零件，让每一个气缸、每一个阀门恢复作动。另一头则是进行拆除旧有的部件，在拆除旧有设备后，需要将陈年脏污给去除掉，装上新的部件，看起来才不会显旧。这也是我们工作应有的态度。与客户讨论安装位置与建议，这样比较整齐与看起来舒适。确定好后，开始安装空气调理2点组合，需要定位、分配位置、钻孔再安装。时间过得很快，中午用餐时间的真香！补充完能量，继续上工。2点组合皆安装完毕后，接着处理前面部，拆除旧有的高速电磁阀。拆除后发现孔位不一样，就必须钻孔才行。孔钻完，把新的高速电磁阀装上，装上定位后，就能开始接气管了。前面控制开关与后面钉枪进气门要分开，且都新增了泄气开关，这样大大提升了方便性与安全性。我们将多管路气排改安装在电磁阀箱旁边，这样既方便又省成本，还不会一堆管子容易去绊倒。这里我们钻电锯的孔位花了不少时间与力气，终于解决了一个棘手问题后，高速电磁阀的接线与气管的接线也相继完成。接着就来到比较复杂的部分了，棘手的电磁阀箱。这台应该是最古老的原始机之一，没有任何的线路图，就靠着我对这台设备动作的熟悉，慢慢的踹。更重要的，要定义出这台机器正确的动作顺序，哪里该先动，哪里要联动，需要我主导才能持续进行，还需要一人控制开关，另一人看阀的动作。第1天就这样结束了。回去旅馆还不能休息，因为这时才能开笔电处理尚未处理的公事，直到深夜。早上好啊，第2天看一下几点装好。昨天进入室都安装好了，都 OK 了，这些全都新的，冰箱也是新的，目前还没有完全 OK。昨天有稍微试机，发现气压很不正常。今天第1个动作就是先来检查空压机。这里
里教大家一个小诀窍：如果你发现你的气压表一直气压不足，又或是很久才到达正常气压值，正常最高气压值通常都在8、9千克左右。最简单的检查方法，就像我这样，把手放在吸气孔前，去感受吸力的大小。做这个动作前，一定要先检查里面的滤芯是否脏污严重，甚至快堵死了。是的话，就不要考虑，直接换到滤芯就对了。这里3个我都检查过了，还满新的，所以吸力那么弱，代表这台打气效率已经非常的差了。然而可以看到，现在卡在7左右的地方，倒上去很慢，非常慢。这个表很模糊，我们看另一个表，有看到了吗？就一直卡在7左右，要上去很困难了。我特意拍久一点，让你们看这指针有没有在跑，根本龟速吧。然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动作，就是一定要泄水，这可不是水龙头哈，这是这台空压机的泄水阀，泄完后应该会好一些些。这里直接开5倍速快转。泄的差不多了，让我们转回主战场。电表量测线位开关是否正常？正常没问题。开始查询线路号码。435哦，报备日。435。没有给电，没有给电。对哦，电没有，他没有给他吗？对啊，他没有下来给他。那没有下来是他的问题哦。对，要下次想要查查看他为什么没有动作。435，这是435，没给电啊？有给电。34没出来啊，34没出来，434没出来，所以他没有给他电，他没有下来。刚刚能看出我们之间的配合，我负责指挥机械动作，他负责接通电控讯号。我们就像2个外科医生，一个主刀，一个辅助，完美配合。我们分阶段性测试，现在先做钉枪动作测试。现在钉枪讯号有正常，那个没有开吧？动作有送，但没打出来，这是讯号有给的声音。原来是气压没开呀！气没有开啊，气没开。我听到他有动作声音了。开气再试一次，启动后钉枪架有下来，钉枪正常运行，一间隔打钉。下来的力量不够，不是气缸的下压力道不够，我解释你就会知道的。先跑完，我再解释给你听。高度真没错了，你看，你等一下，刚那个面板跟这个脚材高度有没有？它脚材高度撑起来，我们加上面板高度，那就差不多吗？这个高度是差不多的。对，高度才是对的。这是 OK 的。对 ，OK 的。钉枪动作正常了，接着就是电锯部分。现在这条电线110的，是给电锯的电线，然后接进来给电锯用，哦，会移这个很累，就从那里移来这里而已，还蛮重的。因为要开始测试整个完整的行程，所以才要把控制箱移位，喝个水，补充流失的水分，然后开始接线，先把线整理好，拨线。现在是好物分享时间，好工具我们会分享。因为某些角度需要。回到正式压接端子，另一头接近端子台。它的每次不管你看新的还是旧的，机盒里面起火花永远在里面，看不到。每一个不管新旧都一样，像这个也是一样，一瞬间碰到，推上去瞬间碰到，那个3个点都会起火花，只是你们都看不到。电锯接好电，开始测试。这样不行，调整参数之后再来。您看，这不是一般的，我修你看，这才是真正的伙伴合作。用我的系统级知识，整合您的现有资源，共同创造奇迹。钉枪有抬起，走到底看看，运行没有停止。接着就是要处理停止的问题了。前面动作都正常，我们加速跳过。知道问题点位置，没反应，但是没有反应，所以它到底它不会自己停，对，它碰到没有停，碰到开关了却没有停，因为我们是要解决后面的问题，
所以前面动作跳过，这边勾到了，处理好后继续。现在在测试是否是感应问题，先调整高度试试。不成功还得再来，还是没停住，这样还是不对。换个方式，我们用短接试试。好。我们成功了，终于让机器停下了。钉枪与电锯形成结束，会停止了。我们从头再跑一次试试。是你碰的还是他碰的？我碰的，不是他碰的，他碰的哦。我碰过去，还不到底啊？不到底，还不到底。那个他要反过来。调整后应该就没问题了，没想到却出现意想不到的状况出来。结果问题没解决，又产生新的问题出来。仔细看好螺丝，启动后钉枪没有动作，然后自己弹了起来。二字跳起来，重点还会爆炸。还好刚刚有急救到，没有发生撞击。怎么会这样？我们也想不透，只好关机重来。再来，钉枪还是没动作，还是一样会爆冲。越来越，还是一样。这次还是一样。他跳开。我们俩一直想不透为什么突然会变这样。再来，我们不断重新开关机，也检查控制箱。对，没有打，还是一样，是一样。这时，两个领域的专业 PLC 与机构思考的逻辑不一样。他检查 PLC 大脑控制是否出错，而我则是思考机器的筋骨与神经动作哪里出了错误。但最后让我找出问题点了，是启动触发的限位开关出现异常。因为此时我必须冷静思考，把机构动作在头脑里从头 run 一遍，找出错误动作是从哪开始，去检查那里的动作开关。果真就让我抓到了，这里也体现出我们俩合作无间的地方。在没有任何外部的资源下，我们各自的强项不同，但目标都只有一个，就是让这台钢铁猛兽能够重新复活。你看现在都正常运作，我们成功将这台猛兽起死回生了。这是动作正常的。哦，感动，原来是那个松掉哦。我在做最后动作的巡检。还是有一个地方动作不对。可能是没送讯号过来，我们返回再试试，重新启动一次。有动作，但是上升卡死了。机构强项的我，就是可以判断两边不平衡，只需要放松一边螺丝即可解决。打完后回城，我知道问题错在哪。低头查看后，立马更正回来。主进气源帮我关闭，处理完成，开气源。动作正常后，再启动试试。这个药能夹住才是对的。正确动作是要前后夹，这样全部动作才是对的。可以顺利推送出去。再来一次。这边是在解释动作原理，执行的动作顺序，打钉的顺序原理，外部影响因素，进气源的关键点。现在挡板的动作正常，但位置不正确，需要调整才行，避免操作人员误碰到，导致位置跑掉，做了最直接的处理。动作位置都处理好后，就必须立刻来测试看看，
你看我把动作颠倒后，就一切完美。我们来看完整且正确的一次行程。这里我把速度加快。刚刚后段部分能听到钉枪不正常，这是空压机供气不正常所导致的。钉枪返回初始点，也会连带将板头往后推送，这样才是完整的一套动作。OK， 完成，完美，全都正常了。不是这样就结束了，还有收尾的工作。抢救工作完成了，收尾动作还是要做，整线、理线以及修掉过长的气管。一台机器的复活，不是在它能动的那一刻就结束。真正的完工是把混乱的战场恢复成稳定的阵地。我们整理的不只是线路，更是建立一套能长久运作的秩序。因为新捷实业交付的永远不只是一次维修，而是一个值得信赖的高效的未来。最后，请老板来验收了。先教学该如何操作使用，后面才换我叫保养、基本维修及各部注意事项。没有开，我上面就关掉。看着老板脸上的表情，我知道这2天的奋战意远不止于此。这份不甘心，我懂，因为我们修复的从来不只是一台冰冷的机器。而是修复一位企业主不愿轻易放弃的决心。结果验收时候又出错了。小问题微调一下就好了。来欣赏整个无加速的全过程。没有那个让他推的。对，让他推的。对。现在要准备拿实际要做的板子来。因为要切出正确的尺寸，所以要调整电锯宽度距离。然后可以看到我们已经装上钉子，要做完整实际钉子的检修。现在是3支钉枪全开的状态。没有看见。然后现在可以看到钉子，大多都是浮钉的状态。应该风箱不够紧吧？对，那个气压不够。对，不够啊。对，气压不够，所以我才说啊。电锯怎么没有？最后，我们来看看从报废状态到复活状态的样子。